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我是不会嫁给林宗泽这个混蛋的。小七啊，你听爸讲，当初咱们龙城商会欠了林家20个亿，你也知道这几年生意不好做，如今债务到期，你让爸拿啥还？那也不能拿我去抵债呀！我不管，要嫁你去嫁。你要是再敢逼我，我就死在你面前！看什么看？再看，眼珠子给你们抠出来！都给我滚！您好，您的外卖。救命！救命！您好，您的外卖。小姐。小姐，你醒了？臭流氓，知道我是谁吗？当心老娘扒了你的皮！小姐，你刚才抽筋溺水是我救的你啊！对不起啊！你的外卖，别忘了给个好评。喂，能不能扶我一下？我的腿抽筋了。小七宝贝儿，我来找你了。林宗泽，雪花飘飘，北送外卖的，你把他给我放开！小伙子，你别误会啊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林宗泽不是借着20亿的债务逼我嫁给他吗？我偏要嫁给一个送外卖的，气死他！没错，就是你想的那样。你也看到了，我已经有男朋友了，麻烦你以后别再来骚扰我。小姐，不是你怎么恩将仇报呢？假装我男朋友，否则杀了你！龙七，你可给我想清楚了，你们龙城商会还欠着我们林家20个亿没还呢。你如果嫁给我，这20个亿我就当是给你的彩礼。林宗泽，你趁人之危！没错，我就趁人之危了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喂，不就是20亿吗？你一个大男人欺负一个小姑娘，你好意思吗你？大不了我帮他还。就你一个送外卖的！大叔，别闹了，老老实实陪我演完这场戏就可以了。小姐，要是我帮你解决了这个大麻烦，能不能放我走啊？大叔，你来真的吗？可是20亿啊！区区20亿而已，我还不放在眼里。哇，现在送外卖的都敢这么吹了吗？行，你要替他出头是吧？那我让你还50个亿！林宗泽，你这是敲诈！你不是想英雄救美吗？我给你这个机会，你要是没钱呢，就趁早给我滚蛋！没想到居然有人敢敲诈到我头上。好，
我给你50亿，我就怕你林家不敢要。谁不要谁孙子！孟涵，给林氏集团转50亿，就说是我给林宗泽的保护费。你就是林氏集团的董事长林伟民，林宗泽是你儿子吧？你是什么人？怎么连门都不敲就闯进来了？混沌资本 CEO 苏梦涵。哎呀，原来是苏总啊，有失远迎。不知您大驾光临，有何贵干呀？这是我们赵董给你儿子交的保护费，50亿。林总，你还真是教出了个好儿子，连我们赵董都敢敲诈，你们林家未来一定前途无量。苏总，苏总，这里面肯定有误会啊！哎，这哪是支票，分明就是我林家的催命符啊！钱差不多该到了。孙外卖的，你唬谁呢？你以为我和龙七一样这么容易被你骗吗？喂爸，小兔崽子，你要是活腻了，就自己去死，别连累我们林家。爸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谁惹你发这么大火呀？这个混账，居然敲诈到混沌资本的头上了！你是想害死老子吗？混沌资本，那个大夏最神秘、最庞大的资本财团，我怎么可能敲诈他呀？爸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放屁！苏梦涵都找上门来了，指名道姓的说给你交了50亿的保护费。什么？真到账了50亿？这怎么可能？我不管你现在在干什么，立刻给我滚回来！拿着支票向苏梦涵去道歉，否则就别怪我把你赶出林家。爸，喂，行了，看来钱已经到账了，你还不走，等什么呢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一个送外卖的，怎么可能和混沌资本扯上关系？这个你应该回去问你爹啊。行，不管你是谁，今天这事儿都没完，你们给我等着！行了，小姐，该放开我了吧？我还有单子要送呢。啊，喂，什么？帮中长老逼宫我爸？好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就过去。我怎么就让大叔走了呢？这出戏还没有演完呢。不过没关系，只要大叔还在龙城，就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林少，我们老板有请。你们老板谁呀？他算什么东西？让我去见他？哎，敢绑架我，知不知道我是谁呀？人家不会放过你们的！哎呀，老板，您再等。就你这种货色，也敢敲诈赵成芬50亿？赵成芬真是越活越回去了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能让你活命？董事长好，
董事长，董事长，孟涵，你怎么来了？董事长，刚刚得到消息，程瑞已经回国了，并且已经和林宗泽接触上了。我担心他们会对您不利。程瑞的消息够灵通的，我才刚刚敲打完林家，就这么迫不及待地拉拢林宗泽来给我上野药。林家胆敢敲诈您，罪该万死。要不要？不用，我倒想看看他是怎么跟程瑞上蹿下跳的。是。行了，没什么事儿，别打扰我送外卖。是。快看，听说龙家大小姐正重金寻找救命恩人呢。真不知道是哪个外卖小哥走了狗屎运，这龙七该不会是要以身相许吧？怎么又是你啊？带走。哎，我们不是说好的两清了吗？怎么又抓我呀？大姐，你到底要干嘛？大姐，我有那么老吗？你到底要干嘛？我要你假扮我的未婚夫。怎么又开始了？没完了吗你？不是，你这什么态度啊？能当本小姐的未婚夫是你的福气，好吧？这福气谁爱要谁要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最好给我说清楚，否则本姑奶奶现在就杀了你。不是，我没别的意思，我是说，我愿意当你的未婚夫。是假扮啊，不是真的。好，假扮，先把刀拿走行吧？你们这到底唱的是哪出啊？帮中的长老想让我跟林家联姻，好抱上林家的大腿，甚至不惜逼宫我爸。我不是都帮你们把林家的钱还了吗？你们怎么还上杆子巴结林家？你不懂我们的困境。如果让我们龙城商会去砍人抢地盘，完全没有问题。但如果让我们做正当生意，我们就是个外行。再加上林家的打压，长老们才不得已出此下策。嗨，当多大点事儿了？原来就是做生意啊！就当我这次大发慈悲，手把手的教你们怎么做生意。对，大叔，一会儿见到我爸，你就这么吹。什么叫吹呀？你不知道，好多人请我都请不动呢。算了，懒得跟你解释。行，你最厉害，行了吧？什么叫行了吧？我本来就很厉害。什么？大小姐，你居然有未婚夫了？不行，我不同意。龙大小姐，你不能为了一己私利就弃帮中几千好兄弟于不顾啊！王海洋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我爸还没有说话呢，你凭什么不愿意？大小姐，你与林家的联姻事关咱们龙城商会是否能够顺利转型洗白啊，还请您三思啊！文叔，你不用再说了，我是绝对不会嫁给林宗泽那个混蛋的。关于龙城商会的转型，我觉得可以交给我的未婚夫。够了，小七，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？你好歹也是我们龙城商会的大小姐，现在居然要嫁给他一个送外卖的！大小姐，林家可是省城数一数二的大家族，资产更是过百亿，难道还比不上他一个送外卖的吗？龙大小姐，就算你不喜欢林少，但是咱们龙城还有那么多权贵子弟呢，你找个送外卖的也就算了，还这么大岁数，这都快能当你爹了吧？我看中的
是大叔的人品。再说了，我们龙城商会欠林家的20个亿，还是大叔帮忙还。什么？小七，你说什么？咱们欠林家的20个亿已经被他还上了？这怎么可能？这有什么不可能的？20亿而已，对我来说啊，也就1天就赚回来了。干什么？吹得有点过了。我没吹啊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龙大小姐，这就是你找的未婚夫啊？这么大年龄了，还满嘴跑火车，他能给你什么幸福啊？小七，这门婚事我不同意。你现在立刻给我去找林少，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总之搞定他。爸，大小姐，龙爷他也不容易，毕竟帮中几千号兄弟全指着他一个人呐。啊，你们不就是想转行做正当生意吗？这有啥难的？我教你们，那你们也不至于去卖女儿啊。boss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真有你说话的份吗？这位先生，我们龙城商会虽然大不如前，但也不是什么阿猫阿狗就能够飞翼的，小心祸从口出。小子，再敢乱说话，割了你的舌头！果然是一群乌合之众啊，难怪这龙城商会会没落。打打杀杀我不行，做生意你们不行。大叔，别乱说话了。爸，大叔没有对您不敬的意思，他也只是想帮助龙城商会，您就原谅他这一次吧。怎么，我说错了吗？但凡你们要是争一点气，也不会逼着自己的女儿上别人的床，换你们苟延残喘啊！大叔，你别再说了。好，很好，已经很久没人跟老子这样说话。现在，什么阿狗阿猫都能站在我龙城商会的头上拉屎了吗？龙爷，让我看了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老小子！你们龙城商会很牛逼吗？你们牛逼，怎么不去林家收保护费啊？反而要把自己的女儿送到别人床上？你龙爷，时代变了，要不是看在小七的面子上，我才懒得搭理你们这帮混混。闭嘴！你说这么多，你不就是还是个送外卖的吗？你在老子面前装什么？我的确是送外卖的，但不代表我没钱。哼，口气不小啊！你再富能富得过林家？你知不知道林家有多少资产，涉足多少产业？哼，区区一个林家，还不配跟我相提并论。要不了多久，他林伟民就得来求我。林伟民是林家家族，他会求你一个送外卖的，你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？周先生，你还是收了神通吧。赵先生，你还是收了神通吧。赵先生，都是犬子不懂事，收保护费竟然收到您的头上了，这50亿，我林家实在是不敢要啊。林总，您怎么来了？您这是？魏居士，还请您在赵先生面前多美言我林家几句呀。哦，你们龙城商会欠我的20亿，不要了，还请赵先生能够放过我林家一家老小啊。林总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您怎么像一个送外卖的小偷？你们不知道赵先生的身份吗？赵先生可是混沌资本的人。混沌资本？你们连混沌资本都不知道呀？哎呀，你们呀，入宝山而不自知，见真佛却不烧香。混沌资本乃是我大夏最顶尖的资本财团啊！没有人知道混沌资本究竟有多少资产啊！可他就是一个送外卖的呀！我说了，我是送外卖的，但不代表我没钱啊。有钱人啊都很低调，他们的癖好可不是我们揣摩。那我们联姻的事儿，你傻不傻呀？你们龙城商会都已经抱上混沌资本的大腿了，你还跟我林家联什么姻呢？哎呀，赵先生，刚才多有得罪，还请您海涵呢。我说过，论做生意，你们不如我。
是，赵先生，还请你啊救我们龙城商会于水火。请赵先生救我们龙城商会于水火。大叔，你就帮帮我们吧。其实啊，我早就替龙城商会规划好转型路线了，那就是跟我一起去送外卖啊。什么？跟你去送外卖？大叔，好歹我们龙城商会也是有着千年传承的社团，手底下好几千号兄弟呢，你居然让我们去跟你送外卖？我话还没说完呢，这送外卖啊，只是你们龙城商会未来转型的其中一项业务而已。按我的规划，在未来，你们龙城商会会成为一家大型的综合上门服务平台。综合上门服务平台？大叔，什么是综合上门服务平台啊？简单来说，它就是包含了外卖、家政、维修等多种上门服务。哎呀，只要是能够上门服务的，你们都能做。那不还是伺候人吗？老子不干！哎，你们可不要小看了这上门服务啊 ！O2O 懂不懂啊？上门经济懂不懂啊？哎呀，你们怎么什么都不懂啊？整天就知道打打杀杀的是吧？上门经济可是目前最火爆的商业模式，市场规模高达2万亿。2万亿，哪怕我们龙城商会只占1%的份额，那也有200亿了。那我们龙城商会要发了。200亿，我们被拖欠的工资有救了，说不定还有5险1金呢。赵先生，这个项目我林家能不能参与股啊？这么赚钱的项目，我也不想错过机会啊。赵先生，不是老兄不相信你啊，您刚才说的 O2O 还有上门经济，这些个玩意儿啊，我们这些粗人是真的不懂啊，这到底能不能行啊？对呀，赵先生，您要是说让我们去砍人抢地盘，那我们眼睛都不会眨。只是这商业运营，我们实在是门外汉呐。那你们还有别的选择吗？对啊，爸，我们现在只能选择相信大叔了。龙爷，我都入股了，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？对呀，林总都入股了，我们还怕啥？龙爷，咱们龙城商会能不能再次崛起，就看这一把了。干吧！好，赵先生，我龙城商会这几千号人的身家性命就全托付给您了。只要您能救得了我龙城商会，我就把小七嫁给您。我不是这个意思啊。爸，你瞎说什么呢？这门婚事，我不同意。林宗泽，你来干什么？当然是来娶你的呀，小七。我说过，你是我的。想让我嫁给你，做梦！我今天不光是来娶你的，更是来收你们龙城商会的。我给你们一个机会，投到我的麾下，从此我林宗泽罩着你们。小兔崽子，翅膀硬了是吧？都敢罩着龙城商会了，要不要连你老子也罩着？爸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说我怎么会在这儿？还不是给你小子擦屁股。我好不容易求得赵先生的原谅，你小子居然还敢和赵先生抢女人！爸，你别打了，早知道你是这样的祸害，当初我就应该把你糊在墙上。我让你嚣张，我让你不学好，滚过来，跪下，赵先生道歉。他算什么东西？也配让我给他跪下？小兔崽子，我打死你！爸，你先别打了，你们都被这个送外卖的给骗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他根本就不是混沌资本的人，是假冒的，是龙七在大街上随便拉了一个送外卖的冒充的。儿子，你说的都是真的？千真万确，你们也不动脑子想想，混沌资本是何等身份呢？怎么会屈尊降贵的来帮一个小小的龙城商会呢？对呀，混沌资本动辄都是几百上千亿的投资，怎么会在乎你一个小小的龙城商会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要你龙城商会给我一个说法。龙七，林少，
讲的是不是真的？我说是大叔，确实是被我抓来假扮翁魂夫的。你，但是爸，你也看见了，大叔确实有些本事。我们只要按照大叔的规划，龙城商会一定会起死回生，我们也再也不用看别人的眼色了。给我闭嘴！立刻向林总、林少赔礼道歉，然后你和林少这日成婚。爸，大小姐，你就别再气龙爷了。大小姐，你这玩笑开的有点太大了，我差点以为我们龙城商会就要翻身了。你还是好好听龙爷的话，早早嫁人得了。不可能，我宁死都不会嫁给宁宗泽的。你们不相信大叔，我信。大不了我们分家，这个项目我自己做。你说什么？你有什么资格分家？龙七，你就这么相信这个送外卖的？他开过公司吗？他除了骗骗你这种涉世未深的小姑娘，他还能干啥？我没开过公司，就你那商业操盘水平，恐怕都不如我儿子吧？我不如你儿子。来来来，报上你儿子的名号，就怕你儿子也是个送外卖的。他真把自己当人上人了。我看啊，他是入戏太深了。喂，赵凡，你爹我呀，给你找到了一个独角兽级的项目，你做不做？哎呀，你少废话，我就问你做不做？我在龙城商会，你过来吧。赵凡是那个最近刚崛起的商界新秀赵凡？不可能，赵凡怎么可能是你儿子？他就算是世界首富，那他也是我儿子。儿子，别被他唬住了，说不定只是同名同姓而已。大叔，别再硬撑了，事情已经到这个地步，不要再牵扯别人进来了。你也不相信我呀？我不是不相信你，你相信我就行，我会让你看到龙城商会是怎么变成一家1000亿级独角兽的。1000亿级独角兽？你知道什么是独角兽公司吗？独角兽公司有什么了不起？我赵凡又不是没有操盘过。真是那个商界新秀赵凡。爸，你怎么跟龙城商会的人搭一块了？你不知道他们都是些亡命之徒，赶紧给我回家！行，走什么走啊？你爹我给你找到一家1000亿级的独角兽公司，你还不好好谢谢我？不是，您该不会想说这1000亿级独角兽公司就是他们龙城商会吧？相信你爹，我的眼光还从来没错过。哟，爸，你别闹了。据我所知啊，自从扫黑除恶之后，龙城商会就每况愈下，更何况他们这些小混混也被称为1000亿级独角兽公司。那咋了？就不兴人家弃恶从善，浪子回头了？哎呀，你就听你爹的吧。如果这件事办成了，那你在商业上的地位又要升一步。行了，您说吧，准备让他们做什么项目？综合上门服务平台。您让他们送外卖，做上门服务？哎呦，可真有您的！立刻给龙城商会搭建一套综合上门服务 APP。是。待会儿 APP 上线了，我需要所有龙城商会的人都听我指挥，这是你们龙城商会唯一一次翻身的机会。吹，接着吹，还真给自己当成商界大佬了，能点石成金呢。你知不知道成为一家1000亿级的独角兽公司需要多少技术，多少资金？爸，求你就相信大叔这一次吧。你说你这又是何苦呢？完了，我们最后再相信他一次。起来吧，以我龙城商会会长的名义，所有龙城商会会员必须无条件听从赵成风的调遣，违者家法惩处。是。APP 制作完成，随时可以上线。上线。大哥，我真的要去送外卖吗？废话，要准时，不能撒出一滴汤。我去，现在送外卖都这么卷吗？
龙城道家很高兴为您服务。顾客请自重，我们卖艺不卖身。这女士，我们可是正规按摩。那不正规的要多少钱？我可以加钱。不错。近日，龙城道家上门服务 APP 突然爆火。有消息人士称，龙城道家上门服务的爆火，标志着龙城商会成功上岸。大叔，我们 APP 第1天的下载量就破100万了。这只是刚开始而已，在将来，龙城道家一定会做到千亿市值。千亿市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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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千亿市值。大叔，你真的太厉害了！我说过，论打打杀杀我不如你们，论做生意你们不如我。少走啊，是我老眼昏花，错怪你了，容我。龙爷，您这大可不必啊。赵先生，太感谢您了，是您救了龙城商会啊！赵先生，刚才我们还那样对您，这样，我谢一只手，给你赔罪。龙城商会好不容易洗白上岸了，这以后打打杀杀的事儿啊，能不干就别干了。是，赵先生教训的是。你们是不是高兴得太早了？林宗泽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看你就是嫉妒大叔。林宗泽，老子认你很久了，别以为我们龙城商会洗白就提不动刀了。据悉，刚刚爆火的龙城道家 APP 深陷负面丑闻，面对如此困境，龙城商会该如何破局？怎么回事？我们龙城道家 APP 下载量直线下降。怎么会这样？我们怎么就深陷负面丑闻了？林宗泽，这一切是不是你搞的鬼？不愧是我看上的女人，聪明。没错，这一切就是我做的。而且我也刚刚推出了一款上门服务 APP， 就是要和你们打擂台。什么？你要跟我们打擂台？没错，我就是要碾碎你们龙城商会，让你们永世不得翻身。龙七，我说过，我要得到你，不管用什么手段。林宗泽，你无耻！哼，我就是无耻，我还混蛋呢，你能奈我何？我现在给你们龙城商会最后一次机会，立刻投到我的麾下，我还能给你们一口饭吃。你休想！当初我真是瞎了眼，居然想着把小琪嫁给你这个混账东西！想让我王海洋投入到你这种卑鄙小人的麾下，做梦！到不了，老子拿这条命和你拼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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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给我住手！赵先生刚说过，我们已经洗白上岸了，不要动不动就喊打喊杀的。一切听赵先生做主。好得很。既然你们龙城商会要一条路走到黑，那我就成全你们。我要和你们打价格战，彻底粉碎你们转型的梦。你确定要跟我打价格战吗？赵成风，我承认你是有2把刷子，但我就是要用钱砸死你。虽然你儿子是商界新秀，但在我面前还不够看，因为我背后的靠山是程瑞，程先生。你说的是那个号称华尔街之狼的程瑞？儿子，就是那个传说中可以做空一个国家的程瑞。太好了，我们林家中兴有望啊！爸，你的对手可是程瑞，咱们斗不过他的。你放弃吧，你为龙城商会做的已经够多了。大叔，你真的要放弃我们吗？看来这程瑞已经把你当枪使了，那他没告诉你我到底是谁吗？你还能是谁呀？你一个送外卖的，就算你是有个好儿子，如果你现在肯跪下向我认错的话，我就考虑放你一马。林宗泽，你欺人太甚！大叔，你儿子说的没有错，
你已经帮我们够多了，你放心，哪怕是拼了我这条命，我也会安全送你离开这里。没错，谁要是敢伤害赵先生，除非从我王海洋的尸体上砸过去。赵先生，您的恩情我们龙城商会永不会忘记，但是可能要到下辈子还了。宋曹先生，离开。是啊，谁说我要走了？爸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这逞强？就算我拿出全部的身家，也难以撼动林宗泽分毫。他背后人是程瑞。怎么，你们是打算狗急跳墙了吗？不是我看不起你们啊，就你们这几辈烂蒜，还不配和我林宗泽斗。林宗泽，别以为你有个钱就了不起，大不了我们鱼死网破。鱼死网破，我可舍不得让你死啊！我还准备让你在我的胯下承欢呢。林宗泽，你是不是太高看自己了？也太高看程瑞了？不就是烧钱吗？烧！告诉程瑞，我当初是怎么教他做生意的，现在就教他怎么烧钱。你和我比烧钱，你凭什么？你别想让我给你投钱啊！我那点钱投进去，那连个水花都打不起来。再说了，我还准备留着钱给您养老呢。放心，不用你钱，我有钱。喂，我是赵成风，我手上有个项目，准备带你们4个臭小子玩一下，要不要投钱进来？什么？赵先生要带我们4个人发财？我先投10个亿，不，20个亿，谁都别跟我抢。赵先生，您现在在哪儿？我们过去找你。我在龙城商会，你们现在过来，但是只有10分钟时间啊，过时不候。是。走，去龙城商会。爸，您这找的什么人呀？一个个口气听着都不小，这张嘴就要投200亿，该不会是骗子吧？嗨，骗子倒不至于，就是他们4个传了一个投资机构，叫什么黑石资本。哎，这200亿对他们来说啊，小意思。爸，你说黑石资本就是大夏最顶尖的4个投资人？是那些号称投资界4大财神的钱孙李周？不可能！你一个送外卖的，怎么可能认识他们4位顶级大佬？爸，你能不能别再装了？钱孙李周4位投资大佬，这就算混到您儿子今天这种地位，也只能远远的看他们一眼。您怎么可能对他们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呢？那是因为你小子混得不行，他们几个还巴不得我带带他们呢。爸。赵先生，我们来了！赵先生，我们来了！天哪，真的是4大顶级投资人！这怎么可能？他一个送外卖的，怎么会真的认识4大顶级投资人？赵先生，听说你要带我们4个人发财，我们可是马不停蹄的就赶过来了。4位大佬，你们好，我是林宗泽。赵先生，刚才我可说了，先投资20个亿，您可不能拒绝我。你小子一个人投20亿，我们怎么办？赵先生，我投50亿，您随便花。哎，比谁有钱是吧？赵先生，甭管您的盘子有多大，我全包了。嘿，你们还把我放在眼里吗？这个项目我一个人投了。行了行了，我干脆把这项目直接送给你们得了。听好啊，我只给你们100亿的份额，占10%的股份，你们自己分。才100个亿啊！用不着4个人分，我一个人全包了。什么叫你全包了？跟谁拿不出这100亿似的？我出200亿换10%的股份。你们什么意思？跟谁没钱似的？哎，我出500亿，砸死你！行了，姐，你看这么分配可以吗？100亿啊，这也太多了吧，都够买我们龙城商会10遍了。龙大小姐，这你就不懂了。只要是赵先生看上的项目，不管我们投多少，最后都会10倍、100倍的赚回来。就这，我们还嫌赵先生让我们投的少呢。行了，你们几个也不要妄自菲薄了。如果龙城商会可以顺利做到全球市场的话，估值可以轻松达到万亿。你们几个臭小子，偷着乐吧。好，那就100亿换我们龙城商会10%的股份。啊！刚才我听说有人要跟我们打价格战，
比烧钱是谁呀？别以为只有你们4大投资人有钱，我林宗泽照样不怕你们。你是叫林宗泽是吧？省城林家的大公子。正是犬子，我是林为民，这一切啊都是误会。我们4大投资人还真是越活越回去了，连一个小小的林家都敢和我们叫板了。我告诉你们，我现在是程瑞程先生的人，比谁有钱，我们不一定输给你。原来是背靠陈瑞呀，难怪这么有骨气。行，废话少说，直接来战。好，这是你们逼我的。你们平均的上门服务费在50到300不等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把我全县的服务价格调到39.9块，我看你们怎么和我斗。二嫂，这样的价格会把我们林家拖死的。爸，这个时候了，我们只能赌身家。我相信，只要打败他们，我们所有的损失，程先生都会帮忙补回来的。小家子气，我都有点不忍心欺负你。我们都已经砸进去100亿了，你不会还以为我们会几块钱跟你比降价吧？我们要降就一次性降到最低，降到你根本不敢和我们打价格战。对，我们所有的服务产品只卖9毛9。什么？9毛9？龙城到家，龙城到家，只要9毛9可以体验免费上门服务一次。龙城到家只要9毛9，龙城到家只要9毛9就能体验上门服务一次。龙城到家只要9毛9就能体验上门服务一次。9毛9，这个价格会让你们裤衩子都亏光的。我们乐意，我们4个什么都缺，就是不缺钱。快看，龙城到家下载量再次上涨。这不可能！怎么样？敢和我们比烧钱，我们钱多的烧死你啊！你们别得意，我可是背靠程先生。哎，喂，程先生，我现在需要大量的钱，我要和他们拼了。现在这个局面就是个无底洞，你还敢让我出钱？你以为我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吗？可是程先生，我已经投入我的全部身家了，你不能不管我呀！程先生，喂！混蛋！赵先生，是我被朱勇蒙了心，我不该跟您作对，我求求您放过我们林家吧。赵先生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，求求您把我们林家的钱还回来吧。我发誓，我们再也不和您作对了。现在知道后悔了，晚了，钱就别想了，命能保住就不错了。滚！可是再不走，连你们命都留下。快走！没想到我们龙城商会能有今天，这还是多亏了赵先生啊！是，多亏了赵先生。小七啊，你怎么来真的？咱们不是说好了协议结婚吗？你怎么来真的呀？大叔，我发现我好像真的有点喜欢上你了，要不我们假戏真做吧？不行，哎，我看行，我不管你是不是小七请来假冒的，但是我看你小子顺眼，打我女婿啊，正合适。赵先生，刚才众兄弟们可都听到了，你是大小姐的未婚夫啊，你可不能不认账啊，是不是啊？是，这个真不行，我跟小七不合适啊。大叔，我们哪里不合适了？是我哪里不好吗？你给我说清楚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我们之间差着年龄呢，不合适啊，真不合适啊！大叔，你早晚是我的。哦，他终于要冒出头了吗？我还以为他打算躲在哪个老鼠洞里，一辈子不准备出来。淑芬，对不起，我会永远记得你的。我们分手吧。你说什么？我们说好了下周要去见我爸的。那只能跟你爸说声抱歉了。你知道我爸是谁吗？我爸是唐人街社团的教父。王淑芬，有话好好说，
在我的字典里，没有分手，只有丧偶。下地狱和魔鬼说去吧。走，去把那个负心汉给我抓回来。郑先生，你不能不管我们呐！我们林家这次为了您可是损失惨重啊！您看能不能把我们赔掉的钱还给我们呢？我给你磕头了。才损失那么点钱就要死要活的，将来能成什么大事儿？虽然那点钱在程先生眼里不算什么，但那可是我们林家3代累积的财富啊！起来吧，你的付出我都看在眼里，不会让你白白损失的。放心吧，赵成文这次所有底牌我都已经摸清了，届时我会将4大顶级投资人一起连根拔起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不然你以为我大老远的从华尔街跑来就会这么灰溜溜的回去吗？放心，你的损失我会10倍100倍的补偿给你。谢谢程先生，谢谢程先生。记住，我是不会亏待对我忠心的人。是。赵成风，我这次要让你万劫不复。就只是帮个忙而已，差点把自己也搭进去了。幸亏我反应快啊！这欠什么都不能欠情愿。这怎么还追上来了？这他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赵成风，你认错人了。站住！你就是化成灰，我都认得你。原来是淑芬啊！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你知不知道，我找了你整整10年，终于在今天让我找到了你。你这找我干嘛呀？你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找你吗？你还记不记得分手那天我跟你说过的话了？在我的字典里，没有分手，只有丧偶。下地狱和魔鬼说去吧。淑芬啊，这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。啊，人总要往前看嘛，不是？在我这儿他就过不去，带走。淑芬，淑芬，光天化日的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你们这是绑架，绑架！喂？什么？你说大叔被人抓走了？什么人？唐人街女王竹叶青？怎么会是她？所有人，跟我走！女儿，出什么事了？爸，大叔被竹叶青给绑了。竹叶青，那个唐人街的竹叶青，他可是吃人不吐骨头的。小枣，怎么会惹上他呀？我怎么知道呀？说不定是他沾花惹草，冲撞了竹叶青。行了，小枣不是那种人，赶紧去救人吧，多带点人。我真是上辈子欠他的。走。淑芬啊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穿上点，天凉。小峰峰，想我了没？淑芬啊，咱有话好好说啊。怎么？难道你想让我换种方式跟你说吗？淑芬啊，你真得听我一句劝，人不能老停留在过去，还得往前看。嘘，让我试试，你的体力是不是还和当年一样？
管你是谁，这里是唐人街女王的地盘，马上给我离开！朱叶青，我龙七说最后一遍，把大叔给我交出来！给我上，一定要救出大叔！是。小七，小七，大叔，大叔，大叔，你朱叶青是不是折磨你了？把这里给我铲平了！是。算了，算了，不能就这样算了。大叔，你看你被竹叶青折磨的都没有人样了。刚刚不还说自己老当益壮吗？让你成了。不是，你这平时不做题，上来就考试，我能及格就已经不错了，好吧？竹叶青，不怕你是唐人街女王，这里是我龙七的地盘。你要是敢欺负大叔，信不信我让你走不出龙城？欺负他？刚刚他可是很享受哦。你个送外卖的，我要杀了你！董七，你真要杀了程峰吗？这种男人，杀了就杀了，他对得起我吗？你们又没有结婚，更没有确定男女关系，他凭什么要对得起你呢？你说的没有错，我跟他非亲非故，他凭什么要对得起我？从此以后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。我们走。小七，小七，你这小女朋友可真不经斗啊！我才说了2句话，她就气走了。不是我说你为什么非得让他误会咱们两个？咱们两个什么都没干，不就是做俯卧撑吗？298，299。起来呀，还有800个俯卧撑没做呢，做完我就放过你。你弄死我吧！你那小女朋友就那么好，甚至为了她，连我都可以放弃。淑芬啊，这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，那人总得往前看，不是？走了，小七。呸！渣男！混蛋！渣男！我一辈子不原谅你的！喂，龙七，现在你的家人全在我手上，想救他们就一个人来，过时不候。林宗泽，你要是敢动我家人一根汗毛，我一定会将你大卸八块！小七，小七，小七，喂，别到处瞎找了，林宗泽保了龙家人，那小丫头自己去救人了。好。林宗泽，林宗泽，给我滚出来！林宗泽，出来了。想救你家人的话，就过来。来人！上！娘！娘！林宗泽，祸不及家人，快把我的家人交出来！龙七，我到底哪里不如那个送外卖的？你为什么连正眼都不看我一眼？就你也配跟大叔比？这辈子都比不上他！七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回到我的怀抱，我可以考虑对你既往不咎。好，好，你有种，杀了他！大叔，你别了。
程风，你居然还敢来！我有什么不敢来的？就凭你一个丧家之犬，还能吓到我呀？你找死！你来干什么？我不用你管。小七啊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嘴硬？我跟王淑芬真的没什么。你们都那样了，还狡辩？我们哪样了？他就是逼着我做了几百个俯卧撑而已嘛。你不要脸！喂，我还在这儿呢，你们当我不存在啊？是那种真的俯卧撑，不是你想的那种俯卧撑。我不用你管，你去找你的老相好去吧。够了！臭送外卖的，我忍你很久了。现在你们的小命都在我手上攥着呢，你们到底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啊？我说林宗泽，我就搞不懂啊，你说你怎么3番2次冒头挑事儿啊？你又斗不过我，你放屁！送外卖的，我承认你是有个好儿子，还认识几个人，但是我不承认我斗不过你。林宗泽，你们林家都破产了，你还嘴硬，识相的赶紧放了我的家人，我饶你一条狗命！龙七啊，龙七，你还是没有看清楚形势啊！赵晨风他马上就要完蛋了，你还妄想着靠着他来翻盘吗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大叔他凭什么完蛋？他所有的底牌都已经被程先生摸透了，他再也没有翻身的可能了。大叔，怎么办？你会不会有危险？你确定程瑞已经摸清我所有底牌了吗？你不就是仗着你儿子还有那4个投资人吗？我就不相信他们自身难保的情况下还能来救。看来这程瑞还是不死心啊。程瑞就这么确定我只有4大投资人这张底牌啊？那不然呢？你一个送外卖能认识那4位顶级投资人，已经属实是天性了。怎么？难不成你还能认识更了不起的大人物？那倒不认识，因为没人比我是更大的人物了。你放屁！你真以为你自己认识几个人就能鸡犬升天，给自己当成大佬了？你是不是太高看你自己了？我从不高看我自己，只是你们不了解我而已。我最后劝你一次，回去告诉程瑞收手吧，否则你们走不出大厦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一个你和程瑞都惹不起的人。装神弄鬼，我还不信我还惹不起一个送外卖的了。上，给我弄死他们！大叔，你快走，我来顶住他们。放心，没人能伤得了咱俩。谁开的枪？是我。你是什么人？怎么弄得这么狼狈？来晚了啊！你真不怕我死在这儿啊？我能来救你这个负心汉就不错了，你还挑3拣4。你要是死了正好，倒顺了我的心意了。朱月心，我知道你很厉害，只要你救大叔安全离开这里，我下辈子当牛做马的报答你。哎，小丫头，她就是来救咱俩的，用不着求她。嘿，你这人说你是负心汉还真没说错，还是这丫头招人喜欢。真不知道你看上赵成风什么？现在是不是来个人就可以无视我？那个老阿姨，我刚问你话呢，你到底是谁？你刚才叫我什么？老阿姨？我有那么老吗？完了，你完了！他最讨厌别人说他老了，我管他喜不喜欢呢？老东西，我现在只给你3秒钟，赶紧滚蛋，否则就跟他们一起死在这儿。已经很久没有人敢这样和我说话了。我只给你3个数，再不走你就永远也别想走了。3、2，既然你一心求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1，动手！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连我的底细都不清楚，就敢这么嚣张，还真是无知者无畏。你到底是谁？你让我死个明白呀！唐人街女王，听说过吗？你就是那个横扫东欧地下世界的唐人街女王。你真是朱野青啊！没想到你这种无名小卒居然也听说过我，算你还有点见识。朱野青，这件事情和你没关系，你为何要来趟这趟浑水呢？老娘乐意，你管得着吗？
朱叶青，到底怎样才能让你不趟这趟浑水？哎，我告诉你，我是程瑞，程先生的人。不就是程瑞吗？也是老熟人儿，你用不着在我面前狐假虎威的。啊，那既然是老相识的话，那就还请您给程先生一个面子。程瑞在我这儿没面子，不过我今天心情好，可以放你一马。只要你留下龙城帮会的人，我就可以放你回去。你凭什么？好，这笔账我替程先生记下了。你回去转告程瑞，想打败赵成风，就在商场上堂堂正正的打。要是再敢玩阴的，我会亲自下寨陪他玩。你又欠我一个人情。大叔的人情我替他还了，以后女王大人有任何差遣，我龙七义不容辞。哎，小气。好了，这儿也没我什么事儿了，走了。淑芬姐，谢谢你。小七，怎么样了？没事，都是一些皮外伤，没什么大碍。对了，我爸和龙城商会的那些兄弟们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刚才淑芬已经把他们救出来了，林宗泽也走了，我估计他短时间内应该没有能力再做坏事了。那个，你跟淑芬姐真的只是做俯卧撑而已吗？哎呀，你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怎么又想起来这事儿了？走吧，我先给你包扎一下。啊，好疼。我已经很轻了。小七啊，妈给你发微信怎么也不回啊？好疼！这死丫头，往家里带男人也不知道说一声。咦，不对呀，这小七找男朋友也不知道给我这个当妈的说一声，万一遇到坏人怎么办？不行，得去看一眼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不是妈给你发微信你没回吗？怕你出什么事儿啊，所以就来看看你。既然你没事儿，妈那就先走了，先走了啊。哎妈，你误会了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都是年轻人嘛，妈懂，妈都懂。妈，我跟大叔什么都没干，他只是单纯的帮我包扎而已。大叔，龙七，我让你找个男朋友，也没让你找一个年龄这么大的吧？大叔他人很好的，他不但救了我，还救了龙城商会。什么？他救了龙城商会？龙七，我需要你给我个解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就是大叔不仅帮龙城商会还清了负债，而且还帮商会转型做了正行。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，我说的是你们现在是什么关系啊？男女朋友关系啊，而且我还打算嫁给大叔呢。龙七啊龙七，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？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，你好歹也找个门当户对的吧。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一个月能挣多少钱？能不能买得起房啊？妈，您怎么跟审犯人似的？我这还不是为了你好吗？不问得仔细点，你被别人骗了怎么办？妈，大叔不是那样的人。阿姨啊，我目前的确是送外卖的，但是房子和钱我应该是不缺。什么？送外卖的？龙七啊龙七，你找个年龄这么大的也就算了，居然还是个送外卖的。送外卖的怎么了？大叔干什么我都喜欢。你这是非要气死我吗？我非打死你不可！妈，大叔真的很厉害的。厉害个屁！我养你这么大，就是让你嫁给送外卖的。妈，咱能不能先听我解释啊？行，我听你解释。你要是解释不清楚，你休想让我同意和他在一起。妈，您别看大叔他年纪大，但是他真的很有本事。他都送外卖了，能有什么本事啊？妈，你听我说，
你是说他凭一己之力让你爸的龙城商会估值做到了1000亿？不止呢。按照大叔的规划，如果成功做到海外市场，龙城商会的估值会到10000亿。那他还送外卖干啥？我只不过是厌倦了商场上的尔虞我诈，提前退休又不想让自己闲着，送外卖挺好的。怎么样？送外卖只是大叔的爱好而已。你说的都是真的？不是为了故意糊弄我瞎编的？妈，骗你干什么呀？不信你去问问我爸。我才不要给他打电话呢，我都跟他离婚多少年了。那你送外卖能不能养得起我们家小七呀？我可跟你说，我们家小七从小娇生惯养的，100平米以下的房子可都是住不惯的。应该可以吧？我觉得小七挺好养活的。妈，只要能跟着大叔，吃什么苦都愿意。再说了，大叔没钱，我有钱啊。咋的？听你这话，你还要给他养老是吧？妈，您说的什么话呀？大叔有一个儿子，就算养老也轮不到我。什么？他还有个儿子？龙七啊龙七，你到底是怎么看上他的？你是不是被他下蛊了呀？妈，您瞎说什么呢？大叔的儿子可是商业新秀，也很优秀的，操盘过很多上市公司的。他既然是商界新秀，能让他去送外卖，那这儿子我看也不怎么孝顺。不是，这事儿跟我儿子没关系啊，我是单纯的闲不住而已。你说你能养得起我们家小七，那你怎么证明？那阿姨，您想让我怎么证明啊？首先，我要龙城1号院最顶级的那套别墅做陪嫁。妈，龙城1号院的那套别墅可价值1个多亿啊！就算您让大叔的儿子来，也不一定买得起。那我不管。妈，没问题。大叔，你非要让你儿子破产不成吗？放心吧，这点小事用不着我儿子来。好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，咱们可说好了，买房子这事儿你可不能依靠任何人，否则就别怪我棒打鸳鸯了。好，孟涵，帮我去把龙城1号院最贵的那套别墅买下来。董事长，龙城1号院最贵的那套别墅才1.2亿啊，是不是不太匹配于您的身份？不是我住，是买给小七做陪嫁的，刚好这也是他妈妈的要求。是，您等我3分钟，房产证亲自给您送过去。阿姨，您呢？等上3分钟，3分钟以后啊，房产证就送来。3分钟？先不说你有没有那么多钱，光预约1.2亿这么庞大的资金，最起码也要3天以后了吧？我妈是龙城银行的副行长，所以金融这一块她比较熟。哦，难怪她这么清楚。不过我可能不需要预约。什么？什么？你不用预约？你知不知道这1.2亿这么庞大的资金，即便是省行也要花时间去筹备。没错，如果是普通人呢，想一下取出来这么多钱，的确是有些困难。不过我的银行常年为我准备几百亿的资金。你的银行？你还有银行？没错，而且我还投资了不止一家，像魔盛、汇银。够了，龙七，这就是你找的未婚夫，满嘴跑火车。他知不知道，像魔盛、汇银都是国际上最顶级的跨国银行，他居然有这些银行的股份，你信吗？大叔，我知道你很有本事，我也知道你认识很多上层的大佬，但是咱们能不能实诚一点？你也不能这么吹牛吧？我挺诚实的，而且我说的这些都是真的。看看看看，龙七，我是绝对不会让你嫁给这种人的。妈，你不能这样。大叔，要不你先跟我妈道个歉。我没错，我道什么歉？而且我说的这些都是事实。等一会儿房产证送过来了，你们不就知道了吗？行，我等你3分钟。如果房产证不到，你就永远也别再想见到小七了。妈，大叔，你还是先跟我妈道个歉吧，就当她是长辈。我来了。你是？请问赵先生是在这里吗？你来找大叔的。让他进来吧，他是来送房产证的。这该不会又是大叔的哪个红颜知己吧？
赵先生，龙城1号院的别墅已经买下来了，这是您的房产证。什么？龙城1号院的别墅买来了？真的这么快吗？好了，你先回去吧。是。等等，我还要验验是真是假，谁知道你是不是找人糊弄我的？妈，是真的吗？真的不能再真了。大叔，你真的这么有钱？区1.2亿的别墅对赵先生来说并不算什么，他还怕委屈了您二位呢。你是龙七小姐，我是混沌资产的 CEO 苏梦涵。什么？你是混沌资产的 CEO 苏梦涵？幸会，我早就听说过您的大名。我是龙城银行的副行长阮淑婷。阮副行长您好，幸会。苏总，这是我的名片啊。如果将来我们能够和混沌资本合作的话呢，还希望您以后多多关照。梦涵，有没有什么能交给阿姨做的，尽管交给她做，毕竟我们马上就是一家人了。阮阿姨，您看您这边想要什么业务呢？真的可以吗？既然赵先生都说了，我定当竭尽全力。不瞒您说，阿姨最近的存款任务还没有完成呢。阿姨，小意思。喂，咱们公司目前账上是不是还有100亿的存款啊？现在打到龙城银行。龙城银行龙腾支行。打到龙城银行龙腾支行。对，就现在，马上。阿姨，已经吩咐下去了，这下您的存款任务可以完成了吧？可以。那这100亿的存款什么时候能到账啊？相信很快就能到账了。喂，天哪，阮淑婷，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居然给本行拉来了100亿的超大存单，而且还是混沌资本这个超级 VIP 客户。嗨，这都是我女婿的功劳，没什么的。好，阮淑婷，即日起我就升任你当行长。谢谢行长。真没想到你居然还认识混沌资本的 CEO 苏总，你这女婿啊，我认下了。妈，您刚才可不是这样的。那刚才那不是对小赵不了解吗？那现在了解了，小赵这人不错，你可要紧紧的抓住啊。我喜欢的是大叔这个人，不是他的钱。你说的都对。喂，什么事儿？这么着急啊？慢慢说。赵先生，不好了，我们黑石资本遭遇不明商业阻击。怎么会这样？放眼整个大夏，敢阻击你们4大投资人的屈指可数。我们也不知道这股胆大包天的势力是什么人。这样，我让梦涵去帮你们。谢谢赵先生。梦涵，你去帮一下小钱他们。是。大叔，出什么事了呢？没事，小问题，有我呢。女婿啊，要不先把存到我账上的那100亿存款先拿出来应急。阿姨，不用，我还没有穷到连100亿都拿不出来的地步。妈，我跟大叔八字还没一撇呢，您就女婿的叫，不太合适吧？这有什么不合适的？那不是早晚的事吗？赵生啊，我是不是应该提前恭喜你焕发第二春啊？程瑞，谁让你进来的？给我滚出去！龙大小姐，这不应该是你龙城商会的待客之道啊！待客之道是对待客人的，你可不是我们龙家的客人，而是我们龙家的敌人。程瑞，就是那个号称华尔街之狼的程瑞，程先生。程先生你好啊，欢迎你大驾光临。你看看，还是你妈懂得人情世故。妈，程瑞他可不是什么好人，当初就是他指使林宗泽要吞并我们龙城商会。嗨，吞并就吞并呗，程先生能看上你爸的龙城商会，那是你们修来的福分。早就跟你说过，不让你跟着你爸他们瞎胡闹，你就是不听。妈，程先生，您今天来到此是有何贵干呢？我是龙七的妈妈啊，我叫阮淑婷。这是我的名片。
我来干什么？准确的来说，我是来给你未来的准女婿送葬的。陈瑞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听不明白呀？啊，那我就直白的告诉你，他赵成风今天死定了。哟，我怎么不知道我今天会死啊？程瑞，小钱他们遇到的麻烦是你搞的鬼？我就喜欢跟你这样的聪明人打交道，一点儿就透。没错，我就是要吞了你的4大顶级投资人，断你的臂膀。想必他们这会儿已经开始公布破产了吧？就在刚刚，大夏顶级资本机构黑石资本突然宣布破产，而这次的破产意味着……喂，对不起，董事长，黑石资本没保住，那股不明事理的动作太快，我还没来得及有动作，黑石资本就被他们挤兑破产了。小钱他们人没事吧？钱总他们人没事，差点被逼跳楼，被我拦下了。只要人没事就好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程瑞，动作够快的。彼此，怎么样？这次商业的闪电战玩得还不错吧？很精彩，能够同时让我的4大顶级投资人破产，你也算是独一份了。能得到你的赞赏，可真不容易呀。大叔，4大顶级投资人真的破产了吗？怎么会这样？陈瑞怎么会变得如此强大？放宽心，这次小钱啊，他们只是吃亏在轻敌和措手不及上。我相信他们很快就会吸取这次的教训，重新站起来。我是不会再给他们东山再起的机会了。这会儿的他们，应该已经在奈何桥上喝汤。陈瑞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你已经让他们破产了，为什么还要让他们幸运呢？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啊！我是不会做这种放虎归山的错误的。混蛋，我跟你拼了！哎，小七，冷静，他们没事。不可能，我已经派人逼他们跳楼了。照理来说，像他们这种人，应该是没有脸再活下去了。是我安排人把他们救下来了。程瑞啊，我就纳闷了，你说咱俩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，至于搞到要逼死人的地步吗？没错，我就是要弄死你，弄死你身边所有人。你施加在我身上的指数，我要100倍、1000倍的全都拿回来。至于吗？我不就是赢了你一次，把你赶出了大夏吗？那也是你勾结老外，收割了大夏的中小企业在先。那又怎么样？弱肉强食本就是自然法则嘛。我们是人啊，我们是大夏人，就算是动物，也没有勾结外族伤害自己同族的。那又怎么样？我就是要打败你，彻彻底底的打败你，使你的肉身一起彻底毁灭。你确定你赢得了？不然呢？你的4大顶级投资人都被我给收拾了，你难道还有什么后手吗？你猜？大叔，你真的有后手吗？赵成风，输了就是输了，你在这给我唱空城计是没用的，我也不是司马懿。你别忘了，你现在所有的底牌都被我给摸透了。你摸清我的底牌了吗？少他妈吓唬我！是不是吓唬你？试试不就知道了。不过我可要提醒你啊，想看我的底牌，那是要付出代价的。但是我劝你最好别看，留一张机票钱，滚回华尔街。我不信你还有什么底牌，有能耐你就全给我使出来，有什么招我全接着。我怕你接不住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现在应该是林宗泽在帮你操盘吧？我说你的胆子可真够大的啊！敢让林宗泽这个废物帮你操盘，那又怎么样呢？
我所有的安排部署都交代给他了，只要他按照我说的做，就可以确保万无一失。你确定吗？少在这装神弄鬼了。程瑞，你还记得我以前教你的吗？最终所有的执行都会落到人身上，如果人不想，再完美的计划都是废纸一张。那又怎么样？整个大夏商界最能打的就是你，而你现在被我拖在这儿。林宗泽有了我的计划，再拿上我的钱，他进入大夏商界就如入无人之境。你就这么自信啊？你就这么相信林宗泽可以帮你撑起一切？够了，赵晨风，输了就是输了，你在这跟我扯皮有意思吗？孟涵，我已经查清楚了，这一切都是程瑞搞的鬼。从目前来看，只有林宗泽那一个废物帮他操盘，你可以放手去做了。是。记住，这次我一定要打疼程瑞。你现在滚回华尔街还来得及，否则我怕你一会儿跪下来求我。别给自己脸上贴金了，我会跪下来求你，赵晨风，你是不是假酒喝多了？你应该很快就会接到林宗泽的求救电话。这真是林宗泽打来的。林宗泽，你最好有好消息告诉我。陈先生，不好了，我们被不明势力阻击，损失惨重啊！什么？我们被不明势力阻击？现在大夏还有哪个力量可以阻击我？不知道，但咱们好像钱多的根本花不完。我按照你的指示和他们大战了几个回合，都损失惨重。目前您的钱已经所剩无几了。什么？你把我的资金全部败完了？林宗泽，我要宰了你，亲手宰了你！赵晨风，这一切都是你设计的。我说了，我会让你跪下来求我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为什么现在有不明商业阻击我？当然是大叔安排的人阻击的你，这还想不明白？还敢称是华尔街之狼？我看你是华尔街之犬吧？没错，他就只是华尔街的一条狗而已。不可能！你所有的后手我全都摸清楚了，你不可能再有能力对我发起阻击。你真的摸清楚了？你到底还有没有后手？你是不是忘了混沌资本？混沌资本？你的意思是现在阻击我的是混沌资本？恭喜你，都会抢答了，但是没有奖励啊。大叔，是不是疯了？这堂堂的一代华尔街之狼居然疯了！哎呦，可惜了。赵晨风啊，赵晨风，你终于上当了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大叔怎么就上当了？赵晨风，你该不会真以为我会忽略你的混沌资本吧？你是说，你先拿我的4大顶级投资人开刀，又逼他们跳楼？故意让林宗泽接手操盘，就是为了让我轻敌，而你的最终目标是我的混沌资本。没错，制敌以弱，而成之以强，精彩，真精彩。说吧，你背后的金主是谁？你怎么知道我背后有金主？就你程瑞的那点体量，如果背后没有金主，我给你10个胆子，你也不敢向混沌资本下手。赵晨风啊，赵晨风，我真是越来越舍不得你了。这样吧，你跪下来认我为主，我可以给你一个活下去的机会。大叔，让我跪下求你，我怕你受不起。说吧，背后的金主都有谁啊？既然你这么想知道，那我就告诉你，都是你的老熟人。你几乎所有的仇人都加入了我的杀招联盟。杀招联盟，哎呀，我还真是举世皆敌啊！大叔，
你该怎么办？小赵啊，你放阿姨的这些钱，要不先拿出来应急吧？阿姨的业绩不着急。100亿，你要不要给他200亿，看看他能不能脱身？这次要彻底让我覆灭。大叔，就算全世界与你为敌，我也会永远站在你这边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这谈情说爱呢？无非就是白打一条人命罢了。我相信大叔不会被你这种卑鄙小人打败的，总有一天他会把你踩在脚底下。我刚才说过了，我不会做这种打蛇不死反被蛇咬的错误。你们，我一定要捏死。接吧，说不定是宝桑的呢。喂，董事长，不好了，我们被国际资本围攻了，黑石资本根本就是个陷阱，现在我们的现金流全被套住了，怎么办？我已经知道了，放弃混沌资本。大叔，你要放弃混沌资本？小赵，阿姨这还有些钱，你不能就这么放弃混沌资本呀。好，安排好后面的事情，一定要妥善安排员工。请您放心，混沌资本不会亏待每一位员工的。这么快就认输了？我还以为你会多少挣扎一下。大叔，就这样认输，我甘心。小赵，难道就真的无力回天了吗？有时候及时止损呢，也是一种智慧。输了就是输了，真会给自己脸上贴金。龙七，怎么样？你的大叔可破产了，有没有想过换一个男人呢？做梦！你做梦！就算大叔要饭，我也会跟着他。又是一个不识时务的傻子。程瑞，你已经赢了，可以滚了吧？滚？这不该是一个失败者对成功者的话。只仅仅打败你，还远远不够。我还要让你家破人亡！混蛋！你放开我！放开小七！你放开我女儿！啊，真香啊！程瑞，等我伤好了，我一定要杀了你！闭紧点！想想你爸的龙城商会，你要是不想让我把你爸的龙城商会彻底覆灭，就给我乖乖听话。要是敢动我爸的龙城商会，我一定要将你碎尸万段！别嘴硬了，现在你们都是砧板上待宰的鱼肉。赵成风，我不光要玩你的女人，我还要让你儿子也一起破产。程瑞，我劝你最好见好就收。我不见好就收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赵成风，你也有今天啊！我告诉你，我就是要踩在你头上，把你踩死！我看在咱们两个是同一个师傅的份上，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。我希望你能好好的珍惜。你少跟我提师傅！从小师傅就偏心你，对我非打即骂，我早就想让他去死了。你就是这么看待师傅的？我说的不对吧？从小师傅就告诉我，说你性子刚烈，需要多多的磨练。你知不知道，师傅就连临死前都叮嘱我要好好的照顾你。你放屁！师傅从来就没有关心过我，要不然我也不会给他投毒，让他一点点去死。是吧？是你下毒害死了师傅，是你下毒害死了师傅。没错，没错，你该不会现在才知道吧？一直以为是华尔街的那帮人暗中下毒害死了师傅，难怪那些年我横扫华尔街，想要找到是谁害死了师傅，一无所获。赵成风，我还以为你有多聪明呢，原来连师傅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师傅，如果你有在天之灵的话，睁开眼睛看看吧，市里最疼爱的小徒弟害死的你。都这时候了，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？
啊，那个老东西早就化成灰了。程瑞，你死的理由又多了一条，这次谁都救不了你。还在这说大话呢，如今你还有翻盘的机会吗？我以为我的步步退让可以让你迷途知返，没想到你早已坠落深渊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替师傅清理门户。清理门户，你有资格的。你说，如果我把世事的罪名安在你头上，会怎么样？陈瑞，你混蛋！大叔，你快走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钱收。我靠，历史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。等我把你们都弄死了，我再把世事的罪名加到他头上。到那时候，我就是东西商界的领袖。程瑞，已经无药可救了。我用不着你来救我，我才是自己的救世主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我也不用手下留情。孟涵，开启备用计划。这次我要把程瑞和他背后的金主打疼，打死。你现在还有什么本事能够打我？你的混沌资本已经没了，你现在只不过是一条丧家之犬。大叔，你快走，不用管我。小赵，我们拦着他，你快走啊！都给我闭嘴！你们谁能保护我？程瑞，我看你真是作到头了。你已经没有资格教训我了，手下败将。接啊，没准事情有反转。你少吓唬我！喂，程瑞，你是要害死我们吗？现在立刻马上向赵先生道歉，否则我就把你从纽约大厦扔下去。史密斯先生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我不是已经把赵成风给打败了吗？为什么要让我向他道歉呀？你才被打败了，你全家都被打败了。这是个圈套，是赵成风引我们上钩的圈套。史密斯先生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如今所有大夏人都在商业狙击我们已经损失超1万亿美元了。大夏人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团结了？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，现在立刻祈求赵先生停手，也只有他才能让疯狂的大夏人停下来。记住，如果赵先生没有原谅你，我一定亲手把你从纽约大厦扔下去。怎么样？这个惊喜够不够大？够不够快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帮你？你想过没？那些大夏人，那些你看不上的资本机构，都是我为的。这不可能！那些中小资本机构虽然规模不大，但是加起来也超过1万亿了。你不可能有这么惊人的能力。早在10年前，我就把投资分散了，投资到各个行业。如今，全世界的产业链都有。怎么会这样？而且你们也并非铁板一块，只要有人带头咬你们一口，那些个资本机构，他们就会像嗜血的鲨鱼一样来分一杯羹。这就叫做能道者多助，失道者寡助。陈瑞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这明明是必胜的局呀！我说过，你太自信了，自信过头了，连我所有的底牌你都没有摸清，你就敢贸然的出手。赵成风，你这个阴险小人，你居然藏得这么深！你有什么脸说大叔是阴险小人？你才是那个彻头彻尾的小人。龙小姐说的非常对，我就是个阴险小人。大叔，他是不是疯了？他不是疯了，他
他是想求饶认错来救自己一命。赵先生说的非常对，我就是个卑鄙小人。求求赵先生，咱们和好吧。只要你放了我，任何要求随便你提。你真无耻！龙小姐说的对，我无耻。求求龙小姐，给赵先生求求情吧，啊，饶了我这一次。你休想！原本念在你我是同门师兄的份上，我可以放你命，只要你肯收手，混沌资本给你就给你了。但是我万万没想到，你居然是师兄，求求你了，你饶了我一次吧！你不是说师父临终之前让你好好照顾我吗？啊，你饶了我，我保证这一次我再也不回来了。师兄，本来是一起之争，我可以放你一命，但是你居然杀了师父，这就由不得你了。你非要我死是吧？你杀了师父，你必须要死！小七，给他个痛快的。少成风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，我这师父最疼。大叔，已经解决了，你也不要太伤心。陈瑞这种人，死1万遍也不够。怎么说，我都替师父报仇了。喂，陈瑞都死了，为什么还不停手？难道非要和我们斗个鱼死网破吗？消息够灵通的呀。这我们也是老相识了，我很了解你。当你知道陈瑞杀了你们的师父，以你的性格，自然不会放过他。所以陈瑞是害死师父的真凶，你们是知道的。你好吧，我承认，我知道当初陈瑞请我收留他，这个把柄也是他向我交的投名状。单凭这个理由，你觉得我凭什么收拾我？当初你们窝藏陈瑞的时候，就应该想到会有今天。赵成风，再这么斗下去的后果你清楚吗？我们之间的争斗已经引起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，再这么下去会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的。那又怎么样？别忘了，是你们先挑起的争端，我师出有名。我们心平气和的聊聊好不好？现在陈瑞已经死了，用你们大侠的老话说，就是人死斋消，我们该握手谈和了。如果我说不呢？赵成风，我对你的忍耐是有限度的，你心里很清楚，你还没有资格一口气吃掉我们。再这么下去，我们会2败俱伤的。好，我们可以和谈，不过条件是什么？我们损失了几万亿，还死了个陈瑞，你居然还有脸要条件？当然要谈条件了，这也是给你们一个能记一辈子的教训。好吧，说出你的条件。我要你们让出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的控制权。你说什么？赵成风，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？我当然清楚我在说什么了，就问你们答不答应？赵成风，你好狠！你这是要挖掉我们西方资本财阀的根呢？没错，我就是要打得你们这些西方老外50年内不敢再兴风作浪。能不能换个条件？我们可以付出等量的钱和股权，世界各大500强企业的股权任你挑。我只要华尔街和金融城的控制权，否则免谈。赵成风，你非要挑起东西方的经济战吗？你这样冒天下大不韪，你们大侠人答应吗？这就不是我该操心的事了。还有，这是你们欠我的，也是我师父的遗愿。当初就是你们做局，差点逼死我师父。现在我替师父向你们讨回来。赵成风，既然你如此不知进退，那我们就斗到底。我正有此意。我赵成风要是不把你们打得100年缓不过来，我就不姓赵。我等你。喂，孟涵，彻底的打倒他们。是。大叔，怎么样了？那些西方的老外还是骨子里的傲慢，都到了这个时候了，还是不愿意低头。那我就打了他们投降为止。可是，毕竟他们经历了500年的沉淀，我们能打得过吗？放心吧，这一仗不打也得打。我们和西方资本财阀终究是要做一场的。大叔，无论怎么样，我都永远和你在一起。
喂，赵成风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你就不怕引发世界大战吗？我想干什么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交出华尔街和金融城的控制权。赵成风，你别得寸进尺。赵成风，你敢挂我电话？赵成风，我警告你，再敢挂我电话。赵成风。如果你还是不能好好说话的话，那我就只能把你拉黑了。OK， 赵成风，我们都心平气和的聊一聊，条件真的不能缓缓吗？不能，这是底线，不是上限。别挂电话，我们晚事好商量。这个我需要和长老会商议才能决定。那你要尽快啊，留给你的时间可不多了。你就不能先停手吗？不能。你，与其跟我在这儿浪费时间，不如尽快说服你们的长老会，这样你们的损失还能小一点。赵成风，算你狠！我答应了，华尔街和金融城的控制权交给你，现在停手吧。孟涵，停手吧，他们已经认输了。大叔，我们现在是不是彻底赢了？没错，我们这次不仅赢了西方资本几万亿美元的资金，而且还拿到了华尔街和金融城的控制权。从此以后啊，西方的金融中心可就要姓赵喽。太好了，大叔，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。哎，阿姨还在这儿呢。没事儿，阿姨不是那老封建，你们年轻人啊，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。妈，你胡说什么呢？阿姨啊，实在抱歉啊，你看第一次见面就搞出来这么多事情。小赵，这也不能怪你，阿姨也有错，都怪阿姨有眼不识泰山。你不会怪阿姨吧？您这是哪儿的话呀？您这也是对小七负责。对了，阿姨，我还有事想问您呢。您当初跟龙爷为什么离婚啊？大叔，你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呢？你看现在龙城商会不是也走向正规了吗？万一阿姨当初是不想跟着龙爷过那种刀尖上舔血的日子才离婚的，你看现在不是有机会复合吗？对呀，妈，现在龙城商会已转型做了正行，你跟爸是不是可以复合了？我跟你爸都离婚这么多年了，还复什么合呀？妈，如果你跟爸复合了，那我们一家三口岂不是又能聚在一块了？我看还是算了吧。阿姨，那既然不能跟龙爷复合，那你喜欢什么类型的？我给您介绍一个。大叔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老不正经，别给我妈带坏了。那咋了？我这不是想着让阿姨以后有个伴儿吗？阿姨，说说喜欢什么类型的？我身边那些朋友，有富豪，有世家的家主，都是身家100亿的那种，绝对不会委屈你的。不委屈，不委屈。阿姨不是这个意思，真的不用给我介绍，你们过好呀，比什么都强。我妈她呀，喜欢影视歌3栖巨星陈东，你能介绍给我妈认识吗？小七，你瞎说什么呢？再乱说话，小心我撕了你的嘴。原来阿姨喜欢程东这种类型的，那行，那我给她打个电话，让她过来跟您见见。哎，小赵，你别听小七瞎说，人家程东可是大夏唯一影视歌3栖巨星，平常肯定很忙的，就不麻烦了。嗨，不麻烦，小东子啊，巴不得我找他呢。哎，小赵，阿姨不是这个意思，阿姨是担心。哎呀，阿姨，没什么可担心的，我先把他叫来，你跟他聊聊，万一合适呢。哎，喂，赵先生，赵先生，您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？程东啊，你有一个粉丝，特别想跟你见一面，你有没有空啊？啊，有空有空，
只要是赵先生召见，再忙我也要过去。等我10分钟。马上开车，10分钟之内赶到龙城别墅区。程先生，再5分钟就要开机了呀！让所有人都等着，我有更重要的人要见。别跟我提什么违约金、误工费，这些全部3倍，不10倍补偿给他们。到底是多大的人物能让程东这种超级凶这么着急？阿姨，一会儿他来了，你可要好好跟他聊聊，万一合适呢？我跟他聊什么呀？人家可是大厦超级巨星，而且我们年龄相差太大了。阿姨，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年龄不是问题。赵先生，我来了。赵先生，我来了。陈东本人比大荧幕上还帅呢。醒醒，你可是有夫之妇。再说了，那是我给你妈介绍的对象。那怎么了？我妈还没领证呢。从法律上来说，我随时可以换。你舍得吗你？赵先生，你说有粉丝要见我，是哪位粉丝呀？啊，就是这位，她也是我未来的丈母娘。啊，你好，你好，程东，我是阮淑婷，很高兴认识你。淑婷姐你好，我是程东。你好，你好。要不我们坐下来聊？好好好。你看我妈跟他聊得还不错哎，是不是有戏？没戏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虽然你妈嘴上说跟龙爷离婚了这么多年了，但是你妈的心里是一直有龙爷。那你还整这一出？那我要不给龙爷制造点危机，这龙爷一辈子也不会捅破这层窗户纸啊！弄着干嘛？给你爸打电话呀。哦。喂，爸，我妈现在正在跟别的男人相亲呢，你快过来吧。是吧？女儿啊，你可要帮爸看着你妈妈呀！我现在马上就过去。大叔，你这招能行吗？放心吧，以龙爷的性格，这层窗户纸绝对会捅破的。你就等着你家破镜重圆吧。只是可惜了程东这小子喽。淑婷姐，我略懂一些麻衣相术，要不我帮你看一下手相吧。你还会看手相呢？年轻的时候瞎学的。这个手相呀，你看，我们主要讲究的是7丘7线中的3财线，最上面的这条叫情感线，也叫爱情线。谁敢碰我龙四的女人？谁敢碰我龙四的女人？龙四，你怎么来了？就是你这小白脸儿，要追求苏婷，老子砍死你！你放开！龙四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那是老子想的哪样啊？他都上手了，我非得把他的狗爪子给剁了不可。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可是大厦唯一影视歌3栖巨星程东。程东不认识，老子管他是谁，老子就知道他这个兔崽子占你便宜啊！够了，龙四，我已经和你离婚了，我跟谁在一起跟你没关系。苏婷，你原来是这样想的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等你，那是为了什么？还不是为了能跟你复合吗？你居然为了这个戏子这样对我！龙先生，我想您是误会了，我和淑婷姐也是刚认识。你给老子闭嘴啊！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！你给老子闭嘴啊！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！龙四，你再这样无理取闹下去，我就永远再也不理你了。苏婷啊，我这不也是怕你被人骗色骗财吗？你知不知道现在的小白脸心思可深着呢？你闭嘴！程东，他是个粗人，不会说话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。淑婷姐，没关系的。谁是你苏婷姐？
再嚣张的亲密，把你压废了。龙四，你有完没完？你今天来这到底有什么事儿？苏婷啊，我没事，就不能来看看你吗？我告诉你，现在龙城商会已经走上正轨了，我们全员都在做正行啊。我们的龙城岛价 APP 现在可火了。你说完了吗？你说完可以走了。苏婷啊，这么多年了，你都不肯原谅我吗？当初你不让我在岛上混，我现在都听你的，已经改过自新了呀。龙四，你不觉得说这些已经晚了吗？苏婷，人家都说浪子回头金不换呐，只要肯回头，什么时候都不晚。苏婷啊，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我给过你无数次的机会，可是你珍惜了吗？爸，我不让你走。龙四，你放开我！我就不放手，你就是打死我，我也不会放手的。苏婷，我是真的知错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么多年，我一个人是怎么过的？我求求你，求求你，再原谅我一次，最后一次，好吗？妈，你就原谅爸这一次吧。阿姨啊，我多句嘴啊，您的心里真的没有龙爷了吗？古人尚且可以破镜重圆，您跟龙爷怎么就不能重归于好？妈，难道你就不想我们一家三口再次坐下来一起吃个饭吗？真是拿你们没办法。苏婷啊，你真的原谅我了，太好了！哎呀，放开，孩子们都在这了，成什么样子嘛？咱们这就去领证啊！都老夫老妻了，整这些没用的干嘛呀？那不行，我必须得到大厦官方的认可，要不然啊，我睡不着。赵先生，看来我也是你们 play 的一环啊。成东啊，放心啊，我会补偿你的。这样，全球的片约和世界500强的代言，随便挑。这可是你说的，我说的，你去找梦涵，他会帮你安排的。行，还算你有点良心，那我先走。程东，刚才龙四那样对你，你别介意啊。放心吧，我不会介意的，这本身就是一场局嘛。一场局？这还得问你的女婿啊。小赵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哎呀妈，我来替大叔回答吧。大叔看出来了，你心里还有我爸的位置，我爸也没有放下你，所以就请城东大明星做了这么一个局。所以你爸在得知我有追求者之后就慌了，于是就上演了刚才破镜重圆的戏码，对吧？没错，妈，你还是那么聪明，这一切都按照大叔的计划进行着。阿姨啊，爱情呢不是一己之争，我们也不能因为面子放弃了爱情，不是？小赵啊，谢谢你啊。女婿啊，哎，兄弟，你这个兄弟啊，老子认定了。哎，这爸瞎说什么呢？你怎么还没喝就多了？你们这辈分到底是怎么算的呀？没关系，大不了啊，我和小赵，我们俩各论各的。哎，爸妈，你们不是要重新领证吗？赶紧去吧，再等会儿啊，人家就要下班了。是。好。啊，对，走。喂，赵先生，华尔街和金融城的交接并不顺利，他们好像在故意拖延时间，而且我还查到有大量资金在国际金融市场秘密集结。你的意思是说，那些老外是诈下？我猜应该是这样的。看来他们还是不甘心就这样失败啊！密切关注这些老外的动向，如果有任何的异常，优先打掉，尽快收回金融城和华尔街的控制权，必要的时候可以动用武力。是。大叔，又出什么事了？这帮老外还是不甘心就这样失败。梦涵怀疑他们诈降和拖延时间，很有可能迎来他们的反击。那要不把他们全屠了？傻丫头，都说了商场如战场，怎么能真的搞出这么多人命？而且你以为这帮老外没防着你这手啊？他们这些人惜命的很。那怎么办？放心吧，一群手下败将，我能打败他们一次
就能打败他们无数次。一切由我。喂，赵成风，我想要和你赌最后一局。我就知道你们没有那么甘心认输。说吧，想怎么赌？不过我丑话说在前面，如果这次你输，就不是一个华尔街和金融城的长跑。放心，这次我们一定不会输。少废话，你们想赌什么？我要和你赌命。什么时候你们这帮缩头乌龟这么大，居然敢跟我赌命？当然，赌的不是我的命。别动，赵成风，你只要动一下，枪立刻响，他立刻死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说了，我要赌命，赌他的命。你找死了！你信不信我现在立刻找人把你们一个一个卷揪出来做胡小慧 ？No No No， 赵成风，你这个说话的态度让我很难办啊。如果我现在下令开枪，你说会不会打中？这混蛋，就是为你出来，你放了他。大叔，你不用管我，来，开枪啊！有你们给我陪葬，我赚了。不要吵，这一枪只是对你们的警告。现在赌局已经开始了，再敢乱动，你们都会被乱枪打死。师姐，别乱动，说吧，你们到底想怎么样？玩过轮盘赌吧，游戏很简单，总共6次机会，里面只有1颗真子弹，会一直到有人死为止。你这混蛋！我认输行吗？赌局作废，华尔街和金融城我也不要了。现在说这个已经晚了，忘了刚才我是怎么求你的了。如果说你想出口恶气的话，你可以冲我来，所有的条件我都答应你。好啊，现在我要你跪下求我。好，我跪。大叔，你不能跪，我宁愿死，也不愿看到你这样。来啊，有种就打死我！你闭嘴！小姐，你听我说，我这辈子除了赵凡他妈，再没爱过其他女人，你是个例外。如果下跪能换来你活下去，我愿意跪。大叔，好了，我现在跪下了，可以放我上气了吗？当然不行，我说过赌局已经开始了，真开始了，赌局不完成，谁也走不了。现在开始选吧。我不选，我不选。哦，那真的很遗憾了。既然你不愿意选，那我只能帮你选了。大叔，你选吧。与其死在他们卑鄙小人的手里，我更愿意死在你的手上。现在倒计时3秒，如果你不选，那我只能帮你选了。3，等等，我能不能选开枪对象？哇哦，你还真是重情重义呀！为了一个女人，值得吗？你这种人渣是不会懂得这种感情的。真令我感动。好吧，看在你跪下求我的份上，我可以给你3次机会。好，现在开始选吧，是向你开枪，还是向你心爱的女人开枪？向我开枪！不，向我开枪！不，我才是这场赌局的参与者，我说了算。如果你们要是敢向大叔开枪，我现在就死在你们面前，让你们再也没有威胁他的资格。够了，你们真的很吵哎！赵成风，既然你选好了，那就如你所愿。看来你运气不错，居然是一个空包弹，请继续选择吧。我继续选我自己。大叔，只要还有机会，但是我不敢赌，我还是选我自己。开枪吧！又是空包弹，你没死。我没死，我没死。看来你的运气真的是好到爆，只不过不知道下一次你还有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。有种就放马过来！不过我要提醒你的是，就算你打死我，你们也不会好过的。这就轮不到你操心了，只要你一死，大侠就没人是我的对手。如果大叔有个3长2短，就算是追到天涯海角，我要将你们碎尸万段。我等你，游戏继续。这次你还选自己吗？没错，我还选我自己。赵成风，我真的搞不懂，这个女人到底有什么魔力，能让你这样舍生忘死？你贵为世界首富，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？你这样
从来就不会懂得逆水3500，只取一瓢的道理。大叔，我求求你了，这次该轮到我了。我怎么能忍心让你受到一丝伤害？来吧，我还需要自己。小心，你干什么？大叔，相爱的人就应该同生共死，这本应该就是我扛起的责任，我不能让一人承担。来吧，开枪！落下！大叔，我没事，是空包弹。不得不说，你们的运气真的很好，这已经是第3枪了，居然还没有人死。难道真的是你们的爱情感动了上帝？感没感动上帝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的是你成功的激怒了我。这次我绝对不会再手下留情了，我们不死不休。哼，等你们先活下去再说。对了，你是不是在等苏梦涵救你呢？忘了告诉你了，这场赌局是现场直播，我已经告诉苏梦涵，如果他敢轻举妄动，你们都会死。记住，无论发生任何事，赌局都会进行下去，因为枪一响就要人死。继续吧，还有3枪哦。这一枪该轮到我了。不，大叔，你已经轮到2枪了，这一枪该轮到我了。50%的几率，现在中枪的几率越来越大。如果我真的死了，那是我的荣幸，为你而死。开枪吧！大叔，又是空包弹，没事。哇哦，这都第4枪了，居然还没有人死，我都忍不住要为你们鼓掌了。难道你们真的被上帝眷顾了？废话少说，还最后2枪，继续向我开枪！怎么，你就这么自信，下一枪还会是空包弹？50%的几率，如果下一枪能打死我，我也认了。反正大叔会替我报仇，但是你们最好想清楚了，这场赌局要不要继续？原以为你是个傻白甜，没想到居然被你反将一军。是这样的，你就收手吧，我会对你既往不咎的。赵成风，这话说出来你自己相信吗？我们都已经闹到不死不休的地步了，你会放过我吗？我可以起誓，现在还没有造成不可挽回的局面，只要你收手，我会放过你的。晚了，太晚了，你我都不过是被操纵的替身木偶而已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其实闹到现在这种地步，是非我本意。原本我想着华尔街和金融城给你也就给了，大不了将来我们夺回来就是。可是长老会不同意呀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这场赌局是长老会逼你做的？没错，他们实在咽不下这口气，尤其是被你这样一个泥推子打败，他们真的很不甘心，更怕将来你做大，我们更没有胜算。如果我说，只要你现在收手，我可以保你周全，你信不信？没用的，无论如何，这场赌局都必须进行下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也怕你最后尾打不掉啊，赵成风。不管我承不承认，你都是一个难缠的对手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不死不休。这一次，我来扛这枪。大叔，不是说好了吗？这枪由我来扛。50%的几率，我实在不忍心让你以身涉险。开枪吧！大叔，有没有事？我没事，就是一个空包弹。没事就好。最后一颗子弹了，我还是要救我自己。大叔不行，最后一枪肯定是个真子弹，而且按照顺序就应该我来扛。我说了，我选我自己，你给我待一边去！大叔，开枪！赵成风，根据规则，你的3次机会已经用完，这一枪无论如何都该轮到小姐了。你少跟我废话！这一枪冲我来，就是冲我来！赵成风，规则就是规则，不容改变。我求求你，这枪打我吧，我把所有的钱都给你，都给你，向我开枪，向我开枪吧！大叔，你听我说，这一枪是我的命中注定，你不用跟我争了，好不好？可是有什么可是？你忘了我说的吗？能为你去死是我的荣幸。开枪吧！小七，你一定要挺住，我马上去医院，你一定会没事的。董事长，杀手已经被我们干掉了，同时找到了幕后黑手的老巢，我们正在清剿他们。大叔，我怎么不疼啊？因为你根本就没中枪。大叔，我还以为真的要失去你了呢。放心，我以后绝对不会再让这种事发生了。董事长，这些老外怎么处理？
我以后绝对不会再让这种事发生了。董事长，这些老外怎么处理？斩尽杀绝，一个不留。是。赵成风，你不能这样对我们，我们都是百年世家，门阀十足，你这样屠杀我们，会引起世界动荡的。世界动荡又如何？当你们决定要伤害我女人的时候，就应该考虑到会有这种下场。我们愿意献出所有财产，还我们一条命苟活。杀了你们，财产也是我的。赵成风，你不能这样对我。动手！董事长，现场所有人都已经清剿完毕。继续清剿残余势力，我要把他们连根拔起，一个不留。是。谢谢。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，大叔，你娶了我吧。好。张磊，我上辈子一定是拯救了银河系，才能找到你这么漂亮的老婆。老不正经，就你嘴甜。小倩，委屈你了。大叔，以后这种话不要再说了。我既然已经选择了你，就不会觉得委屈。啊，对了，这个是梦涵送来的全球各地的别墅、庄园的房产证。以后你想去哪儿啊？哪儿都有咱们的家了。哇，这么多！自从扫清了西方那些世家，他们的家产就都变成咱们的了。我们现在是名副其实的世界首富了。还有这个，全球各地的世家送来的珠宝首饰，每一件呢都价值连城，甚至有些啊是连皇室都没有的。哇，这也太贵重了吧！自从打掉了西方那些世家以后呢，剩下的世家就人人自危，生怕我一个不高兴啊，连他们一起灭了，所以他们才会上赶着巴结你。好，那我就放心的收着了。你盯着我干嘛？那你的呢？我的什么？新婚礼物啊，人家都准备了，你不至于连礼物都没有准备吧？我还要准备什么呀？我的不就是你的吗？不行，你这也太敷衍了吧！那行，我现在手上有全球70%的产业链，还有世界500强公司的股份，到时候啊，我都转到你名下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啦！这结婚以后啊，不就是要上交工资吗？还是算了吧，以我的智商，这么庞大的产业，我肯定管理不过来。我呢，就安心的做我的富太太好了。哎呀，放心吧，不用你管，底下的人会帮你管的。你呀，没事的时候去签字就好了。哎，还是算了吧，这么多产业跟公司，我光签字都得签到猴年马月啊。这份辛苦还是交给你吧，反正你也说了呀，你的就是我的嘛。行，都听你的啊。我们是不是该干正事了？什么正事啊？入洞房啊！哎，等，怎么？你来大姨妈了？瞎说什么呢？这个是我爸给我的。这是什么？就是管那方面的。管那方面的？管哪方面的？就是让男人更持久的东西。嘿，这个老东西看不起谁呢？我赵成风还需要吃这种东西啊？哎呀，大叔啊，这俗话说嘛，男人过了25就跟60没区别了。再说你都多大了，那方面是不是早就退化了？嘿，完了，早知道我就不嫁给你了，我还不如找个年轻的小伙子。现在不就是纯守活寡吗？我今天啊，非得让你见识见识我的厉害，这药我还就不吃了我。哎呀，真轻点！老虎不发威，你当我是病猫啊？我今天非得让你求饶不可。你弄疼我了。水。
还吹不吹自己是老当益壮了？让你逞能！大姐，这都多少次了？就算是回到18岁，那我又怎么说啊？哎呀，慢点，都是你的，没人跟你抢。多吃点啊！果然是岁月不饶人呐。我是不是跟你说过，人到中年不得已，保温杯泡枸杞，还当自己是20多岁年轻小伙呢？哎呀，这还不都怪你啊！啊，色子头上一把刀，16旬下命难逃嘛。嘿，还怪上我来了。昨天晚上是谁非要逞强啊？差点把自己命给搭进去。哎，行，慢点慢点。不过你也算可以了，都这把年纪了，还能有这个战绩，相当不错。什么叫可以了？我那是相当可以，好吧？行行行，你最行。一会儿吃完再补课呀。啊，还来啊？哎，你休想跑！